这新娘子来了！哎，花轿到了，老爷，花轿到了！老爷子，恭喜您！哎呀，花轿到了！恭喜老爷，今天娶的一位如花似玉的美娇娘。你看人家多幸福啊！明儿我也娶一个。你敢？你这个死老头，竟敢有这个念头！哎呀，好，我开玩笑的吧。等等！你们是什么人？血域观音。我不管你是观音还是菩萨，老子今天办喜事，逝去的话不要惹是生非，否则的话就对你不客气了。罗芳，你抛妻弃子又另结新欢，罪大恶极，天地难容，杀无赦！大侠，我是罗峰的妻子，是我同意他纳妾的，他并没有弃我于不顾啊！真是女人的耻辱！滚开！好狂妄的口气！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！上！老爷！娘子啊，我好不容易才盼到这一天了啊！老爷，别这么说嘛。放心啊，以后啊，我一定会好好待你。谢谢老爷。来嘛，丁坤，你谁？血域观音。你要干什么？丁坤，你妻子尸骨未寒，你就另结新欢，如此无情无义，罪不可赦。这是我们的事，你们也未免管得太多了吧？杀！我对你的情感永远也不会改变，相信我。而我对你的承诺也永远不会改变。拿好，谢谢阿德姑娘。不客气。大娘啊，您只要按时给您家老爷服药，他很快就会康复的。请问今天的药钱啊，不用了，你留着给孩子们多买些吃的吧。哎，这怎么使的？每一次你都不收钱，我们街坊邻居嘛，应该互相照顾啊。您不要挂在心上了。哎呀，姑娘，您真是菩萨心肠，以后一定会有好报的。那就谢谢，我回去了。好，您慢走。再见。再见。哎，大师。哎，好走啊。师傅，阿德姑娘，师傅，铁蛋，怎么了？大师傅在这儿太好了，免得我多跑一趟。看你慌慌张张的样子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刚刚经过城南王家，看到一件怪事，所以急着赶回来，还准备到精舍通知大师傅呢。你说的可是王正？就是他。哦，铁蛋，你究竟看到什么怪事了？今天王大爷成亲，本来是件喜事，结果门里门外站着许多拿枪佩剑的人，如临大敌一般。我觉得奇怪，找了王家人来问明究竟。原来最近发生2件血案，与娶亲有关，所以他们才会这么紧张。铁蛋，
你有没有问清楚遇害的人究竟是谁呢？城外10里的罗家庄，以及城北的丁坤，他们一个是续弦，一个是纳妾，结果全部在成亲之日死于非命。因为王大爷也是续弦，所以担心凶手找上门来。据我所知，王正平日乐善好施，为人忠厚，而且他妻子已经去世5年了，如今续弦也不算为过啊，怎么会遭人记恨呢？照理来说应该如此，不过当场许多人目睹罗峰受害的经过，听说凶手是一男一女。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他们杀人的理由居然是罗峰弃法妻不顾而另结新欢，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时，众目睽睽之下动手的，真是胆大妄为。铁蛋，据你所知，罗峰他是不是真的抛弃法妻而不顾呢？罗峰纳妾是真的，不过当时罗夫人也在，还向凶手求情，但凶手照杀不误。这就奇怪了，罗峰的妻子既然已经同意他纳妾，凶手为什么还要杀人呢？哼，那还用问啊？凶手啊，他一定是个心智不正常的人。我相信凶手杀人必然有其动机，只是目前我们不得而知而已。倘若有迹可循，自然可以查出真相。对了，我听他们说，凶手中那个身穿红纱的女子自称是血玉观音。师傅，哎，各位乡亲，良辰吉时已到，新郎新娘拜天地。一拜天地，观众们，你就是那个专管闲事、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，大胆！你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滥杀平民百姓，难道胆子还不够大吗？王正，你自称为善人，却又不能为你死去的妻子守节，这就证明你是沽名钓誉之辈，杀无赦。没去带好。分头走。多谢大师相救，多谢大师相救。王员外不必言谢。阿弥陀佛。臭和尚，你干嘛一直跟着我？是非对错，全在一念之间。只要你及时悔改，或许还来得及洗尽一切的罪过。我有什么罪？那些人不能忠于自己的婚姻，根本不配活着。没想到20多年来，你不仅容貌没有改变，连个性也丝毫未改。你到底是谁？你真的认不出我了吗？你不用故弄玄虚，还是干脆一点的好。我是石慕云，白玉。真的是你？你不配叫我的名字。我实在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会这么恨我？为什么？你居然还敢问我为什么？石慕云，
你也太异想天开了。你真的以为你出家当了和尚，就可以把过去所犯下的错误一笔勾销的吗？我错在什么地方？你自己犯的错，难道自己不清楚，还要我一一说出来吗？我真的希望能够听你告诉我。石暮云，你最大的错误，就是不念夫妻之情，所以才会让我恨尽了天下那些薄情寡义的男人。这些人的死，你要负最大责任。怪不得你专管别人夫妻之间的事。夫妻本是同林鸟，那些男人想要独自单飞，我就让他们飞到阴曹地府里去。可你不该不问事实真相，就滥杀无辜，全凭自己的好恶。难道你不该为他们偿命吗？一切因果起源于你，既然你还活着，我又怎么甘心丧命呢？没想到如今的白玉，变得比从前更加的蛮横无理、冷酷无情。这一切也是拜你所赐啊！你口口声声自己是因我而变，那么我问你，当年若不是我顾念夫妻之情，又怎么会在眼见你残害无辜，却狠不下心来惩处你？你以为你对我的惩罚还不够吗？你可知道你让我过了20几年什么样的日子？我不该恨你吗？如今的一切全是你咎由自取，你还有什么面目来责怪我？当初若不是你执迷不悟，坚持要修炼邪功，我们夫妻又怎么会反目成仇？武学之道各有千秋，你凭什么这么武断，认定9名玄功属于邪门歪道？你根本是出于嫉妒，因为你自己无法修炼，你才会阻止我。这未免太可笑了吧！对于9名玄功，我根本不屑一顾。再说，要练此功，必须是童子身，方能大成。你不过是一介女流，就算你苦练一生，也难以登峰造极呀。你是耻笑我自不量力？那倒不是。不过，你为了练此邪功，残害幼童，吸其精血，化为己用，有违武学精神，所以我才极力反对呀。哼，为了不让玄功失传，他们的牺牲并没有白费啊。白玉，你为了自己如此泯灭人性，难道你一点都不问心有愧吗？你辜负了我，却丝毫没有愧疚之意，你凭什么指责我？你简直强词夺理嘛！就算是，你又能怎么样？白玉，毕竟你我曾经夫妻一场，我实在不忍心看到你继续毒害生灵，造成更多杀孽。只要你肯痛改前非，真心向善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否则怎么样？难道你有本事把我杀了？看来你魔性已深，难以根除。好，我就助你一臂之力，免得你再疑惑人间。好，20几年前，你就是用这句话伤透了我的心，甚至亲手毁了我们的夫妻之情。今天，没想到你还用同一句话，居然还想置我于死地。好，我成全你。你走吧。石暮云，你今天放了我，我会让你后悔一辈子。
奇怪了，师傅怎么去那么久？会不会出事了？以师傅的武功，当今难有敌手。姐姐，你就放心吧。哎呀，我担心的不是这个了。你想想看，师傅一向作风沉稳，但是一听到血玉观音4个字，就为之动容，可见此人非比寻常。我想师傅一定与此人有着极大的关联。哎呀，不行，我要到王家去看一看，否则我不安心呐。哎，师傅，师傅，你找到血玉观音了没有？最后将他怎么处置呢？让他走了。师傅与他是旧相识吗？这件事情你们就不要问了啊。师傅，我看你的表情这么烦闷，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呢？我不是叫你不要问了吗？师傅，阿蛇只是担心你而已。好了，我知道你的意思。我出去走走。师傅，姐姐，不要去了。就算你追到他，你还敢再问他吗？不敢。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夫人呢？郭放惭愧，都怪那个王正，也不知道他从哪里请来一个野和尚做帮手，武艺这么高强，竟然连师傅都败下阵来。所以师傅交代我，要跟他分道而行，也好分散那个和尚的注意力。哎呀，你实在糊涂，怎么可以离开夫人单独回来呢？万一夫人被和尚追上呢，那岂不是十分危险吗？但是师傅一向令出如山，郭放也不敢抗命不遵呢。至少你可以暗中保护，确定夫人的安全呢。我根本就不是那个和尚的对手，万一要是给遇上了，我不但无法相助于师傅，反而还会成为他的累赘。夫人真是太大意了，明明知道那个和尚武功高强，为什么要兵分二路，分散力量呢？关于这一点，先生你大可放心。我认为，师傅虽然无法取胜，但是自保应该不成问题。但愿如此，但是我总觉得，夫人回来了，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我跟总管正担心着呢。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他要杀我，早在20多年前就动手了，又怎么会延至今日呢？国防在，请你在3天之内替我抓来10名孩童。我要冲破9名玄功第9重，再找他算账。是师傅。放开我！我要回家！我要回家！我要回家！我要找我娘！放开我！求求你！我要回家！师傅，孩子带回来，我要回家！请师傅练功。我要回家！我要回家！我要回家！什么？一夜之间有5个幼童失踪？这还不算什么，最惨的是城南林家，原本就只剩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，如今儿子不见踪影，林氏被杀，
林家就此灭绝了。姐姐，姐姐，哎，你听到了没有？我听到了，听到了，你怎么没有反应啊？我有反应啊。 5个幼童都失踪了，你就这种反应啊？可恶！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，此人呐，一定是没有人性。姐姐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他为什么专以幼童作为下手的对象？我是曾听人说过，有人专门以幼童的精血作为药引，修炼邪功，也许是有所关联哦。姐姐说的没错，医书上确实有这种记载。 可见此事并不只是传闻而已。阿德，你是不是看出有什么问题？长安一向太平，最近却接连有祸事发生，而且孩童失踪与血域观音几乎同时发生。你说，他们之间会不会有什么关系啊？听你这么一提，我也觉得有点关系。我想师父 一定也在为此事而烦恼。不管这两者有什么关系，我们都要着手调查。可是长安如此之大，你从何查起啊？哼，我有办法。你有办法？你有什么办法啊？我的办法就是，我做你想啊。哈。 这倒是个好办法哦！哼。走吧，走。长安城的感觉真不错。你们兄妹2人，喜怒从来不形于色，怎么这一次有这么大的感触？主人，我只是替你把对阿舍姑娘的思念之情说出来而已吧。让你们见笑了。主人，我不敢取笑你。 没关系，你们能够替我说出我的心事，总比我一个人闷在心里要好得多。奇怪，怎么没有人在呢？我想，他可能又管闲事去了吧。你先回去，我去救人。哦。 主人，前面好像是阿舍姑娘。阿舍，好久不见。长安始终在此。 若有心相见，又有何难呢？若真是无心，今夜又怎么会重逢呢？阿舍姑娘，主人对你一片真心，不但他亲自前来，而且连无痕山庄都已经迁到长安城外了。长安百姓众多，他举家迁往此地，又与我何干呢？长安如果没有你，和废墟死城有何不同？ 我是为了追凶而来，不能与你在此叙旧，改日再登门造访好了。哦，此处离无痕山庄不远，如果你愿意上门做客的话，
一路之上跟我说说追凶之事，也许我就可以帮你气凶了。先生，今天你终于回家来了。有先生打理一切，今天只要坐享其成就行了。至于迁移之事，何须我费心呢？你呀，非把我这把老骨头累垮不可。快把夫人请出来。是。哦，阿舍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从小教我读书识字的先生宋青云，也是我们无痕山庄的总管。阿舍见过宋先生。阿舍姑娘好。夫人到。娘，今天，娘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阿舍姑娘。伯母。原来你认识了一位这么标致的姑娘，难怪迟迟不肯回家了。怎么，我说的不对吗？如果我是个男的，看到了阿舍，也会为他倾倒。伯母，别取笑阿舍了。阿舍，你别介意，我娘从来就是快人快语。伯母如此关爱，阿舍受宠若惊还来不及，又怎么会有其他想法呢？今天，我看是你多疑了。我跟阿舍一见如故，十分投缘，人家当然明白我的赞美是出于真心的了。阿舍明白。阿舍，夜深了，我看你也累了。今天晚上，不妨就在山庄留宿。明天咱们可好好聊聊。这样子打扰，恐怕不太方便吧？山庄之内厢房甚多，怎么说会打扰呢？除非你有所嫌弃。伯母如此盛情，阿舍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星云，夫人不用费心，我会亲自为阿舍姑娘安排舒适宽敞的厢房。有劳宋先生了。阿舍姑娘，请，请随我来。娘，不知有没有打扰娘休息？我在等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。娘，没想到我这个眼高于顶、一身傲骨的儿子也会有害臊的时候啊！而在娘面前，宛如无知幼童一般，岂敢有一丝傲气？好啦，你不必哄娘开心了。如果你心里真的有娘，又怎么会经常数月不归，让娘一个人孤单过日呢？娘，儿以为娘一直希望儿四处游历，增广见闻，以至于忽略了尽人子之孝，请娘原谅。你这孩子，你怎么看不出来娘是在跟你开玩笑呢？何必认真嘛？不管娘说的是真是假，都提醒了今天。今天以后，一定减少外出，多在家陪娘。你就是这么死心眼儿，总是这么硬邦邦的。我真不懂，那个阿舍到底看上你哪一点？也许他就是喜欢我这种个性吧。这么说来，你们两个真的是情投意合了？不是，我们只是普通朋友而已。还嘴硬？我们真的是普通朋友啊。那既然是普通朋友，我就不必留他了。哎，娘，在娘面前还想撒谎？我这该怎么说呢？你不会说，娘替你说好了。
是不是你对他情有独钟，而阿舍呢，却还没有表明心迹呢？娘是怎么看出来的？你从小到大冷傲孤僻，曾几何时对人如此献过殷勤呢？再说前阵子谈及我们无痕山庄准备迁移之事，你毫不犹豫就希望移往长安城外。当时我就已经有所怀疑了，如今见到阿舍，自然是真相大白。你有近水楼台之心，娘又怎么会不了解呢？娘全都知道了，我也就不用再隐瞒了。一切正如娘所言。傻孩子，如果阿舍对你无心，怎么会跟你同返山庄呢？娘真的这么认为？当然了，娘是过来人。当年我爹是不是也这么跟娘示爱的？今天糊涂，不该重提旧事，让娘伤心难过。算了，你语出无心，娘是不会怪你的。可是你要记住，以后你为人夫，绝对要忠于妻子，不可以负心薄幸，否则我可不会原谅你。今天谨记在心，娘，今天告退了。青云，你在门外站了那么久，为什么不进来呢？为蒙夫人召唤，青云不敢造次。你我名为主仆，实为朋友，你又何必拘泥呢？多谢夫人抬爱。你无需客套了。这些年来，要不是有你无微不至的照顾，我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维持这个家呢。尤其有赖你任劳任怨地经营山庄的生意，否则山庄早就坐吃山空了。不，青云这条命是夫人所救，青云当然要为夫人鞠躬尽瘁，要不然怎么样还报夫人救命之恩呢？当年我从劫匪手中救你一命，纯粹因为是看不惯他们穷凶恶极的嘴脸，并不是存心相救，你不必耿耿于怀。纵然夫人出于无心，但是青云终究因而幸免于难，理当感恩图报。你对我做的已经够多了，只要能够为夫人分忧解劳，青云做的再多，也是无怨无悔。为什么他就不能像你这样对我？夫人又在为石慕云伤感吗？我再也不会为他伤心难过了。我要他死，受尽痛苦而死。夫人对石慕云一直有情。谁说我对他有情？我对他只有恨，无休无止的恨。既然心中有恨，夫人又怎么会相？宋青云，你太大胆了。青云口没遮拦，夫人莫要见怪。其实你说的也没错，既然相思，岂能有恨？不过从今以后，我跟他恩断情绝，势不两立。除非他死，否则难消我心头之恨。夫人，有一句话，青云不知道该不该问。你问吧。倘若石慕云没有跟夫人动手，反而愿意重续前缘，夫人会答应吗？在此之前，或许还有机会。如今为时已晚，永无可能。白玉，你虽然口口声声要置他于死地，但是我看得出来，你对石慕云仍然是依恋不舍。哎，真叫我伤心呢。郭放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先生，您对待郭放
就像父子一般，您的事我当然关心。倒真看不出来，你还是个有心人啊。师傅的个性一向阴晴不定，难以捉摸，在他的手底下办事，如果不会察言观色，活得了命吗？你小声一点。这句话要是传到夫人耳中，你恐怕就没有活命的机会了。先生，郭放的命其实都在先生的掌握之中。如果您真的希望我死，郭放在5岁那年就已经魂归西天了。当年我并没有看错，你果然是资质独具，是个值得培养的人才。那是多亏先生金口玉言呢，郭放才能活命至今。先生您的大恩大德，没齿难忘。不，你这条命是夫人留下来的，以后你只要好好的为夫人效力，就算是报恩了。郭放明白。不过先生，郭放觉得奇怪。师父提到说，那个和尚如果要动手，早在20年前就已经动手了。照师父这么说来，他们必定是旧识。而且我认为，他们可能还有一个解不开的仇恨呢。郭放，你这是越来越放肆了，竟然敢当着我的面谈论夫人的是非。郭放不敢。师父待郭放一向如己出，郭放真的是出于关切而已啊。有时候锋芒外露，太过聪明，并不是件好事。是，先生教训的是，郭放会谨记在心的。既然你知道此人与夫人有不共戴天之仇，你就该尽全力帮助夫人早日玄功大成。郭放明白，我立刻去办。天地之间，万事万物皆系因缘而成。倘若懂得一切随缘，放与不放皆可自在。你与白玉今后结的是善缘，亦或是孽缘，全在你一念之间。如果你们情缘未了，纵然你有慧剑在手，也是情丝难断。白玉今日之过，虽然与你有关，但是一切因果，毕竟不是完全操控于你。而你之所以无法参透，就是因为深陷其中。倘若石头并非石头，白玉也不是白玉，你又当如何？阿舍，你我见面仓促，来不及准备什么见面礼，只好以这块随身携带的玉佩相赠，希望你不要嫌弃。伯母，如此贵重的礼物，阿舍万万不敢收下。阿舍，玉佩有价，缘分无价呀。我从昨天晚上见到你开始，就对你存有好感，后来听今天提及你的身世，对你就更心生怜爱了。这也许就是你我特别投缘之故吧。所以这份礼物，只是代表我的一番心意，让你当个纪念而已。倘若你拒绝，岂不是让我难过吗？伯母如此抬爱，阿舍已经感到万分荣幸。只是这块玉佩跟伯母随身已久，早有灵性，还是留在身边的好。你大概不知道，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，就是没有生下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儿。将来不管你跟今天怎么样，我希望你我都能珍惜这份缘分。阿舍自幼缺乏母爱，早就渴望已久。倘若有此荣幸，阿舍求之不得。既然这样，就更应该收下玉佩呀。玉有灵性，可以保你平安，就如同我随时在你身边照顾你一样。以后无痕山庄就如同你家，别忘了随时回来看看。会，我一定会来的。
娘，今天你也太不懂事了吧？阿舍还在山庄呢，你就沉睡不起，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吗？今天知错，幸好我发现的早，叫青云去把你叫醒，否则阿舍还会以为你缺乏诚意，说不定啊早就负气走了呢。有伯母相伴，更胜于今天，阿舍又怎么会介意呢？这么说来，以后就算今天不在，也愿意来山庄做客了？当然，我只怕经常打扰，会让伯母心生厌烦呢。我只怕你不来，又怎么会厌烦呢？最好啊，你能到山庄来同住，也好让我有个说话的对象。好，阿舍姑娘，我们山庄在长安街上设有钱庄，只要姑娘有空，钱庄之外随时备有马车，可免长途跋涉之苦。还是青云设想周到。阿舍，你可别让我等太久哦。伯母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经常来探望的。那就好。哦，昨天晚上阿舍来的突然，我害怕家里有人担心，所以必须要告辞了。反正来日方长，也不贪得这一时。今天替我送阿舍回家。是。不用麻烦了，我自己认得路回去。这怎么可以呢？刚才他对你有所怠慢，罚他陪你走一趟，还算便宜他了呢。请。我好羡慕你，有一位善解人意、和蔼可亲的母亲。尤其她容貌青春，而且风姿独具，真是羡煞了天下的女子。我娘确实是位难得的女子，她的武功几乎已到了无人能敌的境地，这也是她能够青春常驻的原因。最令人佩服的是她刻苦耐劳、勤俭持家的精神。无痕山庄有此光景，全是我娘一手创造。当然，宋先生经营有道也是原因之一。宋先生反应灵敏，成熟稳健，看得出是位得力助手。是啊，他不但任劳任怨、尽心尽力，而且绝不居功。山庄的生意全是由他一手打理。同时，他也是我的学业老师，一心希望我成为文武全才。为什么我只听你提起对宋先生如何尊重，却没有听你提起过你父亲呢？像他这种负心薄幸、无情无义的人，我根本不屑一提。你母亲如此娴熟兼备，怎么会有男子舍得离她而去呢？倘若有朝一日我能见他的话，会问他同样的问题。看来你有一段坎坷的童年。我的生活倒一直是很美满，可怜的是我娘。他们夫妻分离的时候，我娘已身怀6甲，临盆在即。他走了之后，一直渺无音讯。我娘为了寻找他，不惜长途跋涉，四处奔波，可是仍然是徒劳无功。正在我娘心灰意冷的时候，也是她临盆之时，她竟然在荒郊野外独自生产，甚至自己咬断脐带，还脱下身上的衣服给我取暖。当时正是天寒地冻，她不顾自己的生死，为了保全我的生命，苦苦挣扎。伯母的遭遇真的是太凄惨了。凄惨的还不止于此。我娘生产之后，想找一个避寒的栖身之所，可是没想到，在半路上，居然遇到了一群恶狼。我娘刚刚生产，身体虚弱，空有一身武功，却无力施展。幸好此时苍天有眼，义父路过那里，才救下了我们母子，带回府中照顾。你说的义父，可就是石涛？正是。
没想到他一生为恶，也有大发慈悲的时候。所以，虽然我对他的所作所为极为不耻，不过，因为我娘曾经送给他3枚报恩刀币，我也只好对他以性命相护。你娘有恩必报，至死方休，也算是个有情有信之人。还不仅于此，我娘还为了让我记住她的恩德，把我的姓氏改为石姓，意思就是说，我的姓名是石家人所赐。原来你本不姓石，那么你知不知道你的本姓呢？他对我们母子如此绝情绝义，即便我知道他的姓氏，我也会以那个姓氏为耻。听你的口气，恐怕今生今世此恨难消了。反正永无见面之日，对他恨之入骨，又如何？如果今生有缘，你愿意认他为父吗？除非乾坤倒转，他能弥补我娘这20几年来所受的辛苦和煎熬。阿舍看起来确实是一位不错的姑娘，希望我们今天有这个福分，能够娶她为妻。好，夫人一向心想事成，我相信今天不会让夫人失望才是啊。但愿如此。今天对男女之事单纯如纸，此事恐怕不容易啊。好，有夫人在一旁指点迷津，此事岂有不成之理呢？你未免太抬举我了。倘若我真如你所说，又怎么会有今日呢？在石慕云眼中，我永远是个罪孽深重的失败者。师父，您不必气馁啊！只要冲破9名玄宫第9重，自然是天下无敌。天下无敌之后呢？当然是杀了石慕云，以泄你心头之恨呢。难道我这一生注定要为他而苦，为他而活吗？夫人是不是厌倦了在仇恨中过日子，有意放下一切，重新开始？还是你知我最深？师父，您这样半途而废，岂不可惜了？其实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如果潜心修炼就可大成，我又怎么会花了20多年而毫无进展呢？国芳，如果不是你过于心高气傲、易于冲动，我或许会把此功传授于你。不过以你目前的情况看，我担心你未蒙其利，先受其害。所以这件事情，还是等以后再说吧。师父，郭放绝对没有修习玄功之心，只是希望能够随时在师父身边而已。你不用解释了，刚才那一番话，纯粹是有感而发。现在我最关心的，是怎么样撮合惊天跟阿舍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说真的，我也到了含饴弄孙的时候了。太好了，夫人能有这样的想法，青云都替夫人感到高兴。目前当务之急是要调查阿舍姑娘的身世背景、心性为人，看看是不是像今天所了解的一般，以供夫人作为评断。这样也好，免得有所差池。这事就有劳你了。请夫人放心。我回房休息了。夫人请。师父慢走。先生，调查阿舍的事就交给郭放去办吧。郭放，你行事一向稍显急躁，我担心你会出差错。难道连先生也不信任郭放？郭放，你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过敏感，自以为是。方才要不是夫人心情特别好，你早就受了一顿责骂了。先生，请给郭放一个机会吧。
你的想法我完全可以了解。这些年来，你一直忙于夫人练功之事，夫人一旦停止研修，你担心从此失去作用，难免心生恐慌。不过你不要忘了，夫人一向把你视为心腹，很多事情连今天都无法取代你，可见你在夫人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重要。如今，夫人既然有意归于平淡，含饴弄孙，安享晚年，可喜可贺。你我应该乐见其成才对呀。是，郭放确实眼光短浅。好，既然你能明白这个道理，我就放心的把调查阿舍的事情交给你去办，也好让你多一个立功的机会。多谢先生。姐姐，你回来了，害我担心死了。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那个人抓到了吗？让他逃了，不过我却意外地抓到另外一个人。谁呀？石今天。好啊，姐姐，原来你是碰到了石今天才会一夜不回来，害得我白白担心。对不起嘛，我不是有意如此的，只不过他在你的心目当中比我这个妹妹还重要。所以你才会整夜都不回来，害得我一个人在这儿着急。我的好妹妹，在我心里，其实你跟师父比任何人都重要啊。你这套花言巧语啊，还是留给你那石大哥去听吧，我才不相信呢。那你要我怎么做，你才相信呢？你要老老实实、仔仔细细的把昨天晚上的经过给我说清楚。不然的话，等师傅回来，我就告你一状。奇怪了，师傅究竟怎么一回事？为什么还不回来呢？不要岔开话题嘛！我才不信你在这个时候还会想起师傅。好吧，如果我不把事情交代清楚，你可能会一辈子对我唠唠叨叨的。知道就好，说吧。昨天夜里，我追杀那个凶手。一路呢追到城门外，竟然失去他的踪迹。后来我心有不甘，所以就沿着路追下去。结果我就遇到石今天他们主仆3人了。啊，这么说来，你们是心有灵犀一点通。好啊，你取笑我，那我可不说了。好，我不说了，你说吧。本来我只是想跟他闲聊几句，就返回精舍的，谁知道他们全家都搬到长安城外，而且还邀我去做客。我基于盛情难却，所以就勉强答应了。你是勉强答应呢，还是半推半就呢？你真讨厌，我不理你了。不要那么小气嘛，再怎么说我也算是你的半个媒人呢。什么叫半个媒人啊？难道你忘了是谁第一次把他带到这苦竹精舍来的？谁稀罕你带他来了？姐姐，你这一招过河拆桥的功夫，倒是练得炉火纯青了。好啦，我不跟你斗嘴了，你到底还想不想听嘛？如果你真的非常想说的话，我倒是可以听一下啊。阿德，你一定没有想到，像石今天这么心高气傲的人，居然有一个热情亲切、气质高雅的母亲。什么啊？你连他的母亲都见过了？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到他家做客，当然就见到他母亲喽。那然后呢？他母亲对我很有好感，还送我一块玉佩做纪念。真的，我看看。哇，连聘礼都有了，这下你可非得嫁给石今天不可了。阿德，你胡说什么嘛？这是他母亲对我的一片心意，算什么聘礼嘛？如果他母亲不想让你做他的儿媳妇儿，怎么会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你呢？你再胡说，我就不饶你了！师傅，你这些天到哪里去了？为什么一点消息也没有？害得我跟阿德都好担心哦。你们的担心方法还真特别啊。
大老远就听到你们的笑声了。师傅，放心放心，我不过到大觉寺去求个安静而已。想必老禅师已经开悟了师傅一番了吧？不错，听过老禅师的一番训示，我现在是灵台清澈，所有的烦恼都一扫而空啊。师傅，凡人的事情还没解决呢。哦，这2天城里又有5名幼童失踪，我认为可能是血玉观音所为。什么事啊？这个小孩被毒蛇咬伤了，麻烦你救救他。快把他放到椅子上去。铁蛋，快拿灵蛇伞。快点啊，铁蛋！来了。阿德姑娘，她好像醒了哎，你体内之毒还没有散尽，先不要乱动啊。我去拿药给她吃好不好？那个孩子怎么样了？他体内的毒已经被你吸出来了，所以上了点药就没事了。反而是你粗心大意，口内有伤，让蛇毒侵入体内。加上你快步急奔，使得毒性发作。如果不是你及时赶到药铺，你真的会没命啊！多谢姑娘救命之恩。你为了救人而中毒，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，才真是令人敬佩。我这点微薄之力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姑娘，你言重了。这见人有难，理当相助。我相信这是任何人都会做的事情。时逢乱世。弱肉强食者大有人在，行善为乐者却寥寥无几。像你这种为了救陌生幼童而不顾自己的安危，究竟是少之又少了。姑娘如此夸赞，国防愧不敢当。阿德姑娘，有病人来了。好，你先休息一会儿，有病人来了，我去外头看看。这位大哥，你把这碗药喝了，再过1个时辰就没事了。麻烦你了。多谢小哥。不用客气，你叫我铁蛋好了。我最佩服你这种人了，为了救一个陌生的孩子，居然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要。这位大哥，您怎么称呼？我姓郭，单名一个放字。哦。原来是郭大哥，其实我也只是凑巧路过，并没有你说的这么伟大。这还不伟大吗？那个孩子如果没遇上你的话，早就小命呜呼了。
哦，对了，铁蛋，我可不可以私下向你请教一下，大夫芳名为何啊？他叫阿德。阿德姑娘如此年轻，就有这么高明的医术，想必是应该来自祖传才对啊。啊，这倒不是，因为阿德姑娘从小就有怪病，所以才会学医。后来跟了石头师傅之后呢，就开始行医济世，像一般的贫苦人家根本就不收分文。哦，那这么说来，石头师傅的医术岂不更高明了？师傅是个出家人，并不懂得医术，不过武功盖世，经常带着阿舍姑娘一起除强扶弱、惩凶除恶，也算一种善举啊。铁蛋，你又在为我跟师傅胡乱吹嘘什么啦？我哪有吹嘘？师傅给你一向行侠仗义，难道不是善举吗？这位公子，石头对于你的善举内心深感敬佩，特地前来探望。如此劳烦大师，郭放真是愧不敢当啊！哼，如今世上像公子这般慈悲为怀、谦恭有礼之人，的确是不多见的。大师您真是谬赞了。啊，公子客气了。药铺过于简陋，不适合修养。倘若公子别无要事，不妨移居苦竹精舍，以便于照顾。啊，不了。其实在下此次途经长安，纯粹是为了访友而来。啊，要不然这样，下次我回城的时候，再专程来访。既然如此，石头扫榻以待。啊。事情进行得如何了？大有斩获，而且结果一定出乎先生您的意料。难道阿舍姑娘的身世背景，并不像她自己所说的？阿舍确实是一位孤女，没错，但是真正的关键人物却是她的师傅。她师傅怎么了？她师傅就是那天管咱们闲事的那个臭和尚石慕云呐。什么？真想不到。天下如此之大，竟然会发生这么巧合的事情。看来这段孽缘真是难分难解。先生，您可有对策？只要今天和阿舍不再来往，自然会断了夫人的念头，也就不会继续追问阿舍的事情。这么一来，问题不就解决了？有道理。也是今天的个性。除非他们两个人发生了很严重的冲突，否则他是不会轻易放弃的。郭放有自信可以担当此任。好，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办。先生放心，我不会让您失望。今天真难得啊！到现在你还会抽空看书啊？先生不是一直教导我，读书不能中断吗？你真的那么在意我说的话吗？先生说笑了。除了我娘之外，先生是今天心目中最值得敬重的人。要是没有先生苦心积虑地教我读书，也许我到今天还是个目不识丁的一介武夫呢。你不要忘了，夫人饱读诗书，就算没有我，夫人也会亲自教导的。我娘的苦心，今天明白。可是，先生也同样是功不可没。啊，哪里啊？夫人有恩于我，我尽力做事，
这是应该的。其实夫人这一生也是够辛苦的了。从你出生开始，她就母奸父职，既要对你疼爱，又必须不失威严，以免过分溺爱。记得7岁那年，你因为一时任性不肯读书，夫人狠狠地打了你一顿，你竟然负气绝食，2天2夜不吃不喝，结果生了一场大病，害得夫人伤心落泪，日夜守在床边，细心照料，从不假手他人。夫人也曾经问过我，她这么做到底是对是错？我当然肯定夫人的做法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倘若当初夫人一味地对你纵容溺爱，任你率性而为，到现在，你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。这件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。我完全康复之后，我娘却病倒了，但是她怕我仍然不肯安心念书，坚持要为我办妥。后来，我终于明白了我娘的苦心。跪在地上认错之后，我娘才肯安心养病。夫人用心良苦，无非是望子成龙。景天，你千万不要辜负夫人对你的期望。今天宁可有愧于天地，也不敢辜负我娘。景天，或许是我年纪大了，唠叨不休，你不要见怪啊。我知道先生是为我着想，我怎么会见怪呢？那就好。哦，对了，景天，我们顺便讨论一下你的婚事吧。先生觉得阿舍怎么样？你们两情相悦，又何必征询我的意见呢？是不是事先今天没有跟先生商量，先生有点不高兴？怎么会呢？我不过是山庄的一名总管，怎么敢呢？先生一直把今天当作自己的孩子般看待，在今天的心目中，也一直把先生当作自己的师长和父亲般的尊敬。你真那么介意我的看法？今天就如儿子，像父亲般的请教。我知道，你一直以学生之礼待我。先生不是一直告诫今天，生育之恩固然重要，养育之恩和教育之恩更胜于生育之恩吗？阿舍是个好孩子，你也是个好孩子，只是这会儿我的心情太过激动，我们改天再聊吧。今天告退。冷雨，这么晚了你不回房休息，一个人在这想什么？我睡不着，随便出来走走而已。你心事重重，当然无法入睡了。我整天无忧无虑，哪来什么心事啊？冷雨，你我相识多年，始终没有机会深谈。但是，打从我第一眼看到你开始，就把你看成是自己的女儿，对你特别留心。你对今天有情，我又怎么会看不出来呢？总管，我对主人只有忠心，绝对没有非分之想。在我面前又何必说谎呢？倘若我另有居心，也不会主动明说了。既然总管已经看穿我的心事，我也不怕承认。不错，我的确是爱上了主人。
那么，你为什么不敢主动表白呢？我怕伤了主仆之情。那又如何？总比你独自痛苦、默默相思要好啊。至少，你给了自己一个机会。再说，倘若你不是，又怎么知道今天心中是什么想法呢？你认为我真的可以这么做吗？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因为爱是不分贵贱的，是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去追求的。如果他不接受怎么办？只要你自己认为值得就够了。至少你曾经爱过，这一段美好的回忆将会永远留在你的心底深处。我怕我自己办不到。冷雨啊，对自己要有信心。你就是想的太多，做的太少，凡事总要钻牛角尖。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顾虑，当初又何必去爱呢？我不知道。爱一个人，本来就是苦多于甜，因为你付出的多，得到的少。尤其是爱上一个根本浑然不知的人，那种痛苦，实在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。是，我的确是很痛苦，甚至恨我自己。为什么会自不量力，偏偏爱上主人？冷雨，你的感受我完全可以了解，所以我才会停下来开导你。难道你也尝过这种滋味？否则，你怎么会对我的感受如此清楚？不错，年轻之时，我也曾经和你一样，暗自忍受着这种痛苦。当初，我也是担心，表明爱意之后，反而可能会失去对方，所以，我只敢偷偷的去爱，默默的守在他的身旁。我以为朝夕相处，我能够陪在他的身边，多看他几眼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但是后来，我发现我错了。朝夕相处，我对他的爱有增无减，我的痛苦也一样有增无减。没想到，在人世中，还有和我一样默默忍受痛苦的人。冷雨，因为我有切身之痛，所以我一定要劝你，千万不要偷偷的爱一个人。爱要说出来，要让对方知道，否则你只有痛苦一辈子。可是，主人对阿舍情有独钟，他不会为我有所改变的。既然你改变不了今天，你为什么不试着去改变阿舍呢？只要没有了阿舍，你就有机会了。那我该怎么做呢？如果连该怎么做你都想不到，你还有什么资格去爱？姐姐，哎。
先生，听说我娘已经在准备我和阿史的婚事了。不错，今天我从小看着你长大，虽然有主仆之分，却也有师徒之情。所以呢，我对于你有着一份特别的关心。先生是想告诉我些什么？今天，倘若有朝一日，你发现夫人有什么不对之处，你会如何？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哦，你千万不要多心，我只是做个比喻而已。因为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尤其是你最近即将娶妻生子，万一婆媳失和，那么在亲情与爱情之中如何抉择，对你而言将是一大考验呢。倘若真有那么一天，我一定会以母亲为重，因为婆媳失和肯定是妻子不能恪尽孝道。再说，我曾经发过誓，任何人伤害到我母亲，我肯定会以性命相拼。好，身为人子，理当如此。今天，我希望你永远记住这句话。姐姐，你一大早就在厨房忙活，怎么还没有吃饭就要出去啊？饭菜呢，我都给你放在桌上，待会你陪师傅一起吃。我还要到无痕山庄去一趟。好啊，原来你是要去巴结婆婆。你胡说什么呀？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平常你只顾着练功，煮饭做菜都是由我一个人。今天一大早我就觉得奇怪，你怎么会突然一反常态，不去拿剑练功，反而用刀煮菜？哈，原来你是要去巴结婆婆，展现一下自己的厨艺呀！你少挖苦我了，是因为伯母她送了我一个很贵重的玉佩，我又没有贵重礼物送给她，所以就只好下厨表示心意嘛。哎，姐姐，其实你不用这样也行的，只要把你这个人送到无痕山庄，就一定可以讨婆婆的欢心了。你过来！哎，你们姐妹俩又在起什么哄啊？师傅，师傅，我告诉你啊，姐姐她……阿德，你如果再敢胡说八道，我可真的要生气了。哎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有什么好害臊的吗？你……哦，原来是阿舍的终身大事啊。阿舍，这么大的事怎么可以瞒着师傅呢？师傅，如果我真的要结婚的话，我一定会请师傅做主，绝对不会隐瞒师傅的。嘿嘿，做主是不必了，只要跟我说一声就行了。我早说过，如果你们遇上值得托付终身的人，我会尊重你们的选择，绝不会反对的。师傅就像我的亲生父亲一样，婚姻大事一定要由师傅做主，否则的话，我宁可不嫁。恐怕你是言不由衷吧？师傅还没有答应你呢，你就急着去讨好婆婆了呢。阿德，好了，阿德，你就饶了他吧。再说下去啊，恐怕他恼羞成怒，真的不嫁人喽。师傅，阿舍，如果师傅猜的不错，那个人应该是石金天吧？师傅，你真的是神机妙算，一猜就准。石金天全家现在已经迁到长安城外，而且还把房子布置得十分豪华，就好像新房一样。哦，这么说，石金天还真是有心人哦。师傅，你不要听阿德乱讲，他根本没有去过，他只是瞎猜而已。我才不是瞎猜呢，师傅，这些都是他告诉我的。他还说，石金天的母亲如何驻颜有术，
如何美丽动人，对他如何好，这些都是他说的，搞得我都想去看看石今天的母亲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。阿德，你阿舍，阿德虽然在取笑你，其实他在关心你。阿舍知道。师傅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由我来陪姐姐去看石今天的母亲，顺便了解一下石今天的母亲是否同意这门婚事，然后再回来告诉师傅。哼，要你多事。师傅，如果我没有阿德多事，师傅你又不管事，那我这个姐姐她怎么嫁得出去啊？你，哎呀，那也得先征求阿舍的同意才行啊，到底他才是当事人嘛。姐姐，你愿不愿意带我去啊？只要你答应我，不再胡言乱语的，我当然愿意带你去啊。姐姐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小心，不会乱说话的。师傅，我们走了。好。师傅，那我也走了。嗯哼。没想到你除了武功好之外，还会下厨，真是难得呀。伯母夸奖了，我只是聊表心意而已。其实我根本不会做菜，谈起做菜，阿德才是个中高手呢。你们两姐妹虽然不是同一父母所生，却都长得一样漂亮，又各有所长。可惜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，否则我岂不是天下最幸福的人了？伯母啊，你有石大哥这样出类拔萃的儿子，已经很让人羡慕了。如果再多生几个，那岂不是羡煞了天下的父母？你看阿德多会说话呀，哪像你呀，只知道傻傻的站在一旁，像个木头人似的。阿德姑娘谬赞了，如果有机会，还请阿德姑娘多多指教。不敢当，我和姐姐比起来还差着一大截呢。以后你还是多向姐姐请教，会比较适合。阿德说的没错呀。如果阿舍肯亲自教你的话，你一定会进步神速的。伯母，你不要听阿德乱说。其实我一向最拙于言辞，又怎么懂得教人呢？许多事情还需要伯母多加教诲。那有什么问题？只要你肯经常来这儿，我们也可以多做了解，以后相处一定会更融洽的。伯母，伯母啊，您这个山庄四周的景色可真美啊！娘，我想带阿舍姐妹四处走走。再说，你也该休息了。不，我不累。这样好了，你陪阿舍出去走走，让阿德留下来陪我聊聊，免得我闷得慌。是啊，我正好也想和伯母多聊聊呢。阿德，